在這個看似平靜的世界角落，一場無聲的巨變正在發生。比半導體還要狠的角色終於在台灣出現了。台灣正在太平洋深海搞一件超級大事，這事大到連美日等科技大國都看傻了眼。這根插入深海的吸管讓全世界都感到不可思議。就在我們說話的這一秒鐘，一股恐怖的能量正在台灣家門口呼嘯而過。這股能量的規模大得嚇人，它相當於是全球核電站總發電量的幾十倍。它就像一條沉睡了萬年的深海巨龍，盤踞在花蓮外海，日夜奔流不息。長期以來，我們只能眼睜睜看着這筆天文數字般的財富白白流向遠方。我們就像守着金山銀山的乞丐，卻在為一口飯而發愁。但今天一切都要徹底改變了。一群被国際專家嘲笑為自殺式冒險的台灣工程師正在書寫人類歷史。他們要把手伸進太平洋最危險、最深邃的深淵，從死神的地盤上搶奪能量。這不是好萊塢的科幻電影，這是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現實。這是一場關乎人類未來的豪賭，而莊家就是台灣。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將徹底顛覆你對能源、對海洋，甚至對台灣未來的所有認知。請一定要把這段影片看完，因為它關乎我們每個人的錢包，更關乎我們的生存。這背後的驚險程度絕對不亞於任何一場戰爭。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要真正理解這件事的驚人意義，我們必須先面對台灣最殘酷的現實。這是一座被能源扼住喉嚨的孤島，我們的脖子上始終套着一根絞索。想象一下，當你每天早上醒來，習慣性地按開電燈的時候，當你在冷氣房裡躲避酷暑，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舒適時，當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那些精密到納米級別的機台日夜不停運轉的時候，你可能從未想過支撐這一切繁榮景象的能源命脈究竟有多麼脆弱。台灣高達 98% 的能源依賴進口，這就是我們的軟肋，也是我們最大的痛點。每一艘滿載液化天然氣的巨大運輸船都像是維繫這座島嶼生命的氧氣管，每一艘裝滿煤炭的貨輪都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保證。一旦斷供，就是滅頂之災。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每一個有遠見的台灣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看看現在的國際局勢吧，地緣政治的風暴隨時可能颳起。只要海峽周邊的局勢稍微緊張，只要南海的航道出現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那些運送能源的船只如果進不來，台灣的燈火可能在幾週內就會徹底熄滅。半導體產業再強大又如何？那是建立在電力基礎上的空中樓閣。一旦斷電，損失是以每分鐘幾億台幣計算的，那是無法承受之重。整個產業鏈的崩塌只在轉瞬之間，我們將瞬間回到農業時代。正是在這種窒息般的壓力下，花蓮海洋溫差發電項目應運而生了。這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發電計劃，這是台灣為自己打造的能源救生艇，這是在驚濤駭浪中為這座島嶼尋找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必須死死抓住。有人會問，為什麼偏偏是海洋溫差發電？為什麼不繼續擴大太陽能板的鋪設，或是蓋更多的離岸風電場？答案很簡單，因為只有海洋能給我們真正的絕對的自由。太陽能雖然好，但它要看老天爺賞不賞臉。沒太陽就沒電，陰雨天就趴窩。風力發電雖然猛，但要等季風夠不夠強勁。風停了，扇葉就不轉。靠天吃飯太不穩定，對於高科技產業來說，這種波動就是災難。但海洋溫差發電的原料就是我們家門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海水，不需要向任何國家購買，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沒有任何国家能封鎖我們的海洋，沒有任何勢力能切斷這條能源通道。這才是真正的能源主權，這才是讓台灣人腰桿挺直的底氣。一旦這套系統成功，台灣將從能源的乞討者變成掌控者，我們將不再需要擔心國際油價的暴漲暴跌，我們將不再需要擔心天然氣供應被切斷的風險。但是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首先要跨過一道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花蓮外海不是風平浪靜的游泳池，那裡是魔鬼的領地，是生命的禁區。海底地形極其複雜，像被巨斧劈開一樣。
離岸幾公里就驟降到1000米深淵。這裡是全球第2大洋流黑潮的主幹道，流速快得驚人，力量大得恐怖，每秒流過的海水量是亞馬遜河的數百倍，那是大自然最狂暴的力量。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造物體都面臨被瞬間撕碎的風險，就像紙片一樣脆弱。再加上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花蓮更是板塊碰撞的傷口，地殼活動劇烈。在這樣一個集合了所有不可抗力的地方搞深海工程，簡直是玩命。德國的海洋工程專家直接說，這比在月球背面建基地還難，根本不可能成功。西方媒體甚至畫漫畫嘲諷，說台灣工程師是在用吸管喝沸騰的火鍋湯，注定失敗。面對這些鋪天蓋地的質疑和嘲笑，台灣工程師沒有退縮，也沒有辯解，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背水一戰，是關乎國運的絕地反擊，只能贏不能輸。想要從深海取水，第一個要攻克的難題就是那根深海取水管。這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不就是一根管子嗎？其實難如登天。傳統的鋼管太硬，遇到海底地震產生的剪切力必斷無疑。普通的塑料管又太軟，會被幾百米深海的巨大水壓瞬間壓扁，變成廢料。台灣的材料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燒掉了數億經費，熬過無數個不眠之夜。他們測試了上千種材料配方，失敗了無數次，每一次失敗都是沉重的打擊。終於，在一次偶然的靈感中，他們研發出了像竹子一樣的連續性高密度複合管。這不是一根普通的管子，它的管壁模仿了竹子的纖維紋理，充滿了東方的智慧。它既有鋼鐵般的抗壓強度，能夠抵抗深海的恐怖壓力，又擁有驚人的柔韌性，能夠在洋流的衝擊下自由彎曲。哪怕遭遇7級地震，哪怕被超級洋流衝擊，它都能像深海巨蟒一樣隨波舞動。這是工程界的太極拳，不與大海硬碰硬，而是順勢而為，以柔克剛。解決了管子的問題，光有管道還不夠。如何在狂暴的黑潮中精準鋪設？要把幾米粗、幾公里長的管道毫釐不差地送入海底，這在世界史上從未有人做到過。這就像是在萬米高空扔下一根針，還要精準地扎進地面的一個小孔裡。國外頂級保險公司拒絕承保，理由是失敗率高達99%，他們認為這是送死。台灣團隊祭出了動態定位與深海協同作業系統這一黑科技，震驚了世界。在5米高的巨浪中，作業母船完全不用拋錨，穩穩地停在海面上，靠着船底6個全回轉推進器，配合衛星和聲納進行毫秒級微調。浪把船往左推1米，推進器就在瞬間把船推回1米，誤差不超過幾厘米。這就像一個人在8級大風中走鋼索，手裡還端着一碗水，卻能做到滴水不漏。而在水下600米的漆黑深淵裡，台灣自主研發的深海機器人正在緊張作業，他們像鋼鐵俠一樣，在強勁洋流沖刷下完成管道對接，在堅硬岩盤上打下地樁。施工過程中的驚險更是讓人捏一把冷汗，每一個環節都扣人心弦。有一次，突如其來的海底內波讓洋流速度瞬間激增2倍，巨大的力量襲來，連接管道的纜繩發出令人牙酸的崩裂聲，幾百噸重的設備命懸一線，隨時可能墜落。有着30年經驗的老船長憑借對大海的直覺，下令全速逆流衝刺，用船身的慣性硬生生抵消了那波衝擊力，保住了整個項目，全船人都虛脫了。當管道最終穩穩落座的那一刻，控制室裡沒有歡呼，死一般的寂靜，只有那群堅強的男人們眼角悄悄滑落的淚水，那是壓抑了太久的釋放。這種在極限邊緣試探出來的技術，讓台灣一舉掌握了全球深海工程的話語權。花蓮項目的成功，不僅僅是發出了電，更解決了一個巨大的環保難題。它利用了和平電廠原本要排放的溫排水，變廢為寶，實現了循環利用。這是一種真正的永動機式能源，不需要燃燒任何燃料，不需要排放任何廢氣，只要大海不乾枯，溫差發電就能24小時不停地供電，永不停歇。這種機載電力的穩定性是太陽能和風電根本無法比擬的，它就是定海神針。國際能源署的觀察員在參觀後驚嘆，這是未來的希望，是能源轉型的典範。而且
這根管子抽上來的不只是水，是液態黃金，是深海的饋贈。這股來自600米深海的水，在地球深處沉睡了數千年，純淨無污染。它富含鎂、鋅、硒等幾十種微量元素，是地球上最完美的營養液。在花蓮的規劃藍圖中，發電只是這股深層海水的奇幻漂流第一站，好戲還在後頭。當冰冷的海水完成發電任務後，它才剛剛開始創造千億產值，這才是真正的財富密碼。這在工程學上叫梯級利用，也就是把一條魚吃到連骨頭渣都不剩的極致智慧。首先，這股依然冰冷的海水被引入農業園區，開始它的神奇之旅。台灣夏天酷熱難耐，昂貴的山葵、嬌貴的蘭花在平地根本無法存活，只能枯死。以前只能往高山上種植，不僅破壞水土，運輸成本也極高。現在有了深層海水，工程師給大地鋪上了天然的水冷床墊，創造了奇蹟。溫室裡的土壤溫度被精準控制，原本只能長在寒冷日本的作物，在花蓮也能豐收。這意味着台灣農業可以擺脫氣候枷鎖，生產出世界頂級農產品，行銷全球。流過農田後，海水依然純淨。這時，它流向高端水產養殖場，繼續創造價值。這裡養的不是普通吳郭魚，而是身價不菲的藍鰭金槍魚和龍膽石斑，甚至是龍蝦。在近海污染日益嚴重的今天，能有一方絕對純淨的養殖水域，簡直是天方夜譚。但花蓮做到了，因為水質太好，魚蝦根本不需要抗生素，完全天然生長。它們的肉質鮮美緊緻，生長速度還比野生快。因為環境太優越了，這種零毒素的頂級海鮮，一旦推向市場，就是被米其林餐廳瘋搶的夢幻食材。最後，經過層層利用的海水，還可以提取高純度礦物質，用於生技產業。未來，那些售價高昂的深海礦物保濕噴霧，原料產地將不再是法國，而是台灣花蓮。這是一個從能源跨界到農業，再跨界到生技醫療的藍色經濟圈，潛力無限。現在，包括谷歌、微軟在內的科技巨頭都在密切關注花蓮，眼光毒辣，因為他們的數據中心最需要這種穩定、清潔，還能提供天然冷卻水源的能源。數據中心是吃電怪獸，也是產熱大戶。花蓮的深層海水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全球第一個零碳海底數據中心在花蓮誕生。台灣將成為全球數字經濟與綠色能源完美融合的聖地，引領世界潮流。回望歷史，400年前，先民們渡過黑水溝，建立了震驚世界的半導體王國。今天，我們這一代人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着深藍的海洋進軍，再創輝煌。這不是偶然，這是這個島嶼的宿命，也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別無選擇。花蓮海洋溫差發電的故事，只是台灣科技突圍戰的一個縮影，卻無比耀眼。在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有無數像這些工程師一樣的無名英雄在默默奉獻。當我們在享受便利生活的時候，請不要忘記深海裡的那群鋼鐵巨獸，他們在負重前行。請不要忘記，有一群黃皮膚的工程師正在為我們的未來築起防線，守衛家園。他們發出來的每一度電，都凝結着台灣人的血汗與夢想，那是智慧的結晶。未來的花蓮也許會成為東方的亞特蘭蒂斯，一個科技與自然共生的聖地。當有一天，我們的汽車喝着深海製造的氢氣奔跑，那是何等清潔的未來。當我們的餐桌上的魚蝦來自純淨的深淵，不再擔心污染，那是何等安心的生活。當我們的島嶼不再恐懼能源封鎖，而是成為照亮世界的燈塔，那是何等榮耀的時刻。你會慶幸自己生在這個充滿希望的時代，見證了這一切的發生。如果這個故事讓你熱血沸騰，如果你也相信台灣的科技力量，請不要吝嗇你的支持，請務必點擊訂閱按鈕並打開小鈴鐺，讓我們一起見證傳奇，不要錯過每一個精彩瞬間。在評論區告訴我，你最期待深層海水產業鏈中的哪一項產品？大膽說出你的想法，是喝不完的深海礦泉水，還是永遠吃不夠的頂級海鮮，或者是那一抹綠色的電力？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的家人、朋友，讓更多人看到台灣的驕傲，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讓我們用關注和流量匯聚成力量，為了更美好的明天，為了下一代的未來。這裡是你的頻道，我們致力於挖掘那些被忽視的真相，帶你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我們下期再見，記得未來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